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现在很多人都爱上了喝咖啡，每天不喝上1-2杯就会觉得浑身的不自在。那么每天喝咖啡到底好不好呢？最近有研究发现，喝咖啡竟然对我们的大脑有这样的影响，只是很多人还不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讲咖啡究竟对我们大脑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就是哪些人是不能喝咖啡的。有很多人以为自己喝咖啡是有好处，但是实质上却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而且全然不知。那么哪些人不适合喝咖啡？喝咖啡和我们身体的健康有没有关系呢？能不能长期的喝咖啡呢？首先我们来讲一讲最新的研究发现，咖啡对大脑有什么的影响。有研究表明，每天我们摄入适当的咖啡，那么对延缓老年痴呆竟然是有一定的作用的。而这个研究是发表在美国著名杂志《老年病医学杂志》上。这个研究团队的研究小组把一共6467名65岁的老年人，每年评估一下他们的一个认知能力，要求他们记录日常的饮用咖啡跟茶还有可乐的数量，来了解他们一个咖啡因的一个摄入量。随访10年以后，发现了跟这些不摄入咖啡因调查对象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过261毫克咖啡因的老人，那么10年后得老年痴呆的风险降低了 36%。 那么这一个数量的咖啡因就相当于2杯的星巴克的小杯咖啡，或者说是6杯的红茶。这个主要是因为咖啡因可以抑制我们脑子里面这种无菌的炎症的反应，从而减少导致这个老年痴呆这种异常蛋白的生成还有沉积，从而有助于降低老年痴呆的发生风险。另外，天津医科大学团队发表在一个杂志上的一个研究表示，每天喝半杯到1杯的咖啡和大于4杯的茶都可以降低 30% 的痴呆风险。那么每天2到3杯的咖啡跟2到3杯的茶跟这个痴呆风险降低 28% 有关。而且咖啡跟茶的摄入量的组合对于血管性的痴呆风险降低也是关系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从这些研究来看，咖啡对于延缓老年痴呆的进程是有一定作用的。那么特别是咖啡加上茶一起饮用，它的这个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咖啡到底怎么喝才会更健康？美国癌症研究中心就曾经对咖啡饮用量跟疾病风险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后来发现每日饮用3杯咖啡的150毫升1杯，那么咖啡因对于我们身体作用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平。在世界生物精神病学中，有20万人的研究表明，每天喝2到3杯的咖啡，大约摄入400毫克的咖啡因，它就能够降低 50% 的自杀率，并且能够将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降低 28%， 脑中风的风险降低 32%。 如果能够坚持每天喝3到6杯咖啡和茶，脑中风的风险降低为 48%。 如果能每天喝2到3杯咖啡，或者喝3到5杯茶，又或者又咖啡又茶4到6杯，那么发生脑中风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最低。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喝超过6杯。那么推荐的就是1天3杯，可以1天1杯咖啡加上3杯的茶。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跟身体的情况来进行增减。那么总而言之，这种合理而长期饮用咖啡是有利于健康的。但是咖啡虽好，也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以下这7类人群是不适合饮用咖啡的。第一类就是孕妇，对于孕妇来说是不太建议多喝咖啡的。有研究表示，孕妇喝咖啡可能会导致自然流产的风险增高。总体上其实是不鼓励孕妇喝咖啡的。如果平时有喝咖啡的习惯，真的很想喝，就需要控制一下咖啡因的一个摄入量。通常认为就是孕妇每天不要超过150到300毫克的咖啡因，大约就是2杯。第二类就是儿童，
因为小孩本身就精力充沛，比较好动，而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于神经系统也有很强的兴奋作用。如果儿童饮用，可能会导致失眠，还有就是躁动的情况，从而影响他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所以美国儿童学会就建议儿童和青少年不要喝咖啡。第3类人群就是有睡眠障碍的人群，这类人群本身就存在失眠的情况，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下，在喝咖啡是非常容易加重失眠的，甚至会导致长期的失眠。那这样子我们的健康就会受到更大的一个损害，所以这类人群也是不建议喝咖啡的。如果实在是非常想喝，那就把时间安排在下午4点之前。第4类就是有焦虑惊恐的人群，有研究发现，如果每天摄入400到800毫克高剂量的咖啡因，大概就是5到9杯的咖啡，可能会产生焦虑、紧张、神经过敏、惊恐，还有就是这种震颤等等的这些问题。第5就是肠易激综合症的人群，肠易激综合症是属于这种肠胃道的紊乱，很多人都会出现这种健康的问题。如果你有间歇性的或者是经常会发作这种肚子胀、肚子痛，或者说很容易拉肚子等等这些问题，如果是咖啡因增加的话，它会加重这个腹泻的情况。瑞典的一个研究发现， 39% 的肠易激综合症的人喝咖啡后就会出现腹泻或者是腹部的不适。第6类就是缺铁性贫血的人群，缺铁性贫血是最为常见的贫血类型，顾名思义就是身体缺乏铁元素，而咖啡中的多酚类物质会和铁形成难以分解的盐类，抑制铁的吸收，所以咖啡喝得过多可能会增加缺铁性贫血的可能，尤其是本身存在铁元素摄取不足的朋友，就要尽量的少喝咖啡了。第7类就是青光眼人群以及具有青光眼高眼压遗传倾向的人群。发布在眼科权威期刊的一篇由美国西奈山伊肯医学院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有高眼压遗传倾向的人群来说，每天大量的咖啡因摄入可以使青光眼的患病风险增加3倍以上。咖啡中含有的咖啡因会提升眼压，眼压高是青光眼的主要表现之一，严重的青光眼会导致视神经损伤甚至失明。而对于没有青光眼的人群，如果长期眼压过高，也会增加罹患青光眼疾病的风险。所以这类人群也要尽量的少喝咖啡。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制作视频不易，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